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11号。我们今天节目呢，主要是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呢是谈川普总统呢要在美国采取断然措施，也就是要维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为美国呢现在很多左派利用一个黑人死亡，就是弗洛伊德的死亡，在美国呢全国大范围的发起各种这个黑人骚乱事件，打砸抢烧都有。而且已经过分到什么，在西雅图已经建立了共产主义试验区、人民公社了。所以说，川普讲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须要坚决给予制止。第二个话题要谈习近平视察，视察的时候呢，他面前出现一个大坑，习近平对着那个大坑，他准备干什么？这张照片反映习近平什么样的心情？因为这个照片是官方发出来的嘛，显然是得到中共高层的同意的。那么发这张照片，他们要达到个什么目的呢？好，我们先讲第一个话题。也就是川普总统啊，在昨天啊，他发表了严正的讲话，他明确就说过，无论是什么种族，在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没有任何人可以超越法律，制造各种犯罪活动。目前来讲，在美国发生的这个黑人认为他们受到了种族歧视，然后以黑人命贵为这个说法，现在对美国进行大范围的打砸抢烧的这些事件，很多事情都已经完全超越了法律之上。有大量的维护秩序的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受伤，甚至是死亡。那么作为国家来讲，是必须捍卫美国的法律制度，绝不允许有任何一个种族、任何一个人可以随意超越法律之上，打着什么黑人命贵的名义，然后呢冲击国家的司法系统。目前来讲，这个情况呢已经愈演愈烈。因为黑人现在要的呢不是什么平权，不是要跟白人平等，不是反对种族歧视，他们现在居然说黑人命贵，他们这个命贵就是要的是特权。这个要的特权是从哪里反映出来呢？最简单是我们加州，因为加州大家都知道是民主党的一个州，是民主党在加州他制定的很多法律条款都是属于给予黑人特权的。比方说我们加州就有一条法律，就是规定如果是有人到商店里面、到商场里面去偷东西、去拿东西，只要他偷拿的东西的金额不超过$1000，他就可以为罪。这种法律只有加州能做得出来，难怪就是网上有一对华人夫妻，他们呢那一天到超市去购物的时候呢，这个老公呢，他就把钱包呢不慎地落在自己的车上，而他的车呢，恰好呢他也没有锁，他就到超市里面去。现在进超市要戴口罩、戴手套，要排队。等他忙完了，到了收银台要付钱的时候，他想起来钱包没拿，然后他再回到车上去拿钱包的时候，他发现钱包已经被别人打开过了。也就是因为他钱包落在车上，车门又没有关，所以有人动了他的钱包。他这个钱包里面一共有$3000多，但是人家只拿走了$900。就根本就没有全部拿走，他就非常的奇怪，他就问他太太，就说怎么我那个里面有$3000多，他为什么只拿了1000都不到呢？他太太告诉他，这是加州的法律，他拿$1000以上，警察就要抓他，他就要坐牢了；他拿$1000以下，我们现在去报案，警察即使只抓到他了，他也没罪。这就是加州的法律，你不要感觉到有什么奇怪。加州的很多刑事犯罪事件，他给予一些保护，这是加州这个民主党他多年来他执行的这种法律制度。那么这2天我讲黑人，他讲他命贵，他要特权，他表现在哪里呢？是因为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我们叫 UCLA 里面，其中有几个黑人学生给他们的一个教授，教会计学的一个教授，给这个教授呢写信，告诉他呢，就是这次考试呢，你要让我们过关。理由就是什么？我们这几天都是去参加游行了，我们参加游行示威，我们没有时间复习功课。现在马上这学期结束了，这个考试呢，你现在给的太难，我们也过不了。所以说呢，你要让我们过关，是因为我们是黑人，我们就参加了游行示威。他要求这个教授必须要让他考试过关。这教授当时就说有什么理由啊？在考场上，所有的考生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的作业独立完成。你参加的考试里面，你符合要求，你就可以过关；不符合要求，就不可能过关。不存在因为你们几个黑人学生，你们参加了游行，你们参加了示威，你们黑人学生就超过其他学生，就比其他学生有特权了，你们就可以不要考试，或者说我必须要给你们过关。这个教授就拒绝了这几个黑人学生的无理要求。但是这些黑人学生马上就在大学里面发起一个罢免这个教授的这么一个请愿书，理由就是这个教授种族歧视了。那么他这个请愿书本来大家看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啊，居然学校里面有2万个人帮他签了名，因为有2万人签名，最终什么？最终这个学校就荒唐到这个地步，就是 UCLA 啊，加州洛杉矶分校啊，他们居然就同意开除这个教授。这就是在美国发生在加州，发生在大学，发生在民主党，他已经能够颠倒人伦、颠倒价值观的地步了。到了这一步，所以你说西雅图被人攻占，左翼激进分子
冲击西雅图的市政厅，建立共产主义社区，你觉得还很奇怪吗？就是这2天，根据美国各个媒体都报道了，有一大批左翼激进分子，他们冲进了西雅图的市政大厅，占领了7个街区，占领了东区警察局。然后他们这个占领不是简单占领，是武装占领啊！他们都是带有武装的，都带有武器、带有枪支啊！他们是准武装设备。然后呢，他们就宣布要在美国建立一个国中之国，这个国由军事武装，这个国不允许任何警察进入，宣布在西雅图正式建立共产主义的自治区，实行共产共妻。所以说，共产主义这个试验区现在在西雅图已经正式成立了。这不是我跟你们说的开玩笑的话，你到网上去搜啊，很多图片我不能发上来，因为 YouTube 是严格管制这一段时间，绝对不允许把整个跟骚乱有关的任何图片、任何暴露的图片、打砸抢烧的这些图片发到这个 YouTube 上，否则呢，他要禁言，否则 YouTube 要处罚。所以说我不能发上来，大家可以去搜，你就直接搜西雅图共产主义自治区就行了，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图片，也就可以讲美国一些激进的左派主义者，他们就跟当年的共产党闹革命是一模一样，跟法国的那些无产阶级闹革命、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那一批无产阶级者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共产主义就是这么疯狂的。现在他们企图在美国也建立共产主义的试验区，把美国就向南非化，就迅速就把美国推向南非化。因此，西雅图共产主义自治区的建立，就让很多美国人十分不理解。要我认为呢，真给他们建自治区。那么他们这个自治区建立以后呢，把很多这些热爱共产主义的，认为可以在美国推行共产主义制度的，认为可以共产共妻的，认为到这个里面的所有食物都是免费，居住都是免费，大家在一起共享他们的共产主义成果。因为他们共产主义成果大部分是抢来的嘛，他们没有本事自己生产嘛。但是你不管他们怎么做，他们真要搞共产主义试验区，我是坚决拥护的。因为美国是需要有一批人到了这个共产主义阵营里面，在共产主义试验区里面，他们被共产共妻以后，他们被共产主义残酷的折磨、酷刑折磨、精神控制，然后他们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出版自由，没有集会自由，他们受到共产主义无尽的折磨之后，他们才知道共产主义是个什么东西。你越不给他搞，他越要搞。他只有搞过了，他知道了这个共产主义就是邪恶的，就是人类历史上和纳粹一样的这个东西。他们那时候就知道怎么深刻地认识共产主义，才能够更有效地认识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14亿老百姓现在生活在一个什么环境中。否则你把话跟他讲了3箩筐，他听不进去啊。因此，西雅图的共产主义试验区建得更好，建得非常好，很多年轻的女青年都非常向往共产主义。你们就赶紧去到那个里面共产共妻，快活得很。每天晚上你们就轮流打炮，你们就一起上，赶紧去这个共产主义试验区，就可以把你们全部塑造成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你们赶紧去。所以说我一点都不认为在西雅图建立的这个所谓占领了警察局、占领了7条街区建立的这个共产主义自治区有什么不好。全美的共产主义分子，请你们都赶快赶过去，享受你们共产主义伊甸园的快乐。当然啊，这种违法的行为，这种已经破坏法治的行为，川普总统已经正路。川普总统多次质问过华盛顿州的州长和西雅图市的市长，因为西雅图是在华盛顿州，那么这个州长和市长他们是不会听川普的。他们呢现在也没什么办法把这个共产主义自治区破坏掉，他们现在对警察现在根本就不敢进入这个地区呢，束手无策。因为当地的警察大部分已经辞职下岗了，很多警察就说这个警察不能干了，因为他们穿着警服上街巡逻，很可能就给别人干掉了。所以人家把警服一脱，人家不干了，人家警察不当了，人家回家，人家下岗，人家领政府救济金。目前来讲，美国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美国现在面临的是国家里面出现的严重的无政府主义。这些无政府主义已经利用一个黑人之死，然后打着黑人命贵的这个旗号，现在在美国冲击着美国的司法制度。因此，川普现在已经明确，在全国都必须要制止这种犯罪行为，绝对不允许任何人超越法律之上。我相信川普总统有这个能力，很快能够控制这个局势。美国的这种局势，毫无疑问来讲是共产党在里面推波助澜的。共产党大小媒体开心的不得了，共产党不知道在里面煽了多少阴风，点了多少鬼火。然后呢，他们就不断的散布美国现在大乱，美国现在黑人暴乱以后就是要冲击美国现有的政府，因为现在这个政府声明美国的这个制度不行嘛，美国这个制度没有我们中国好嘛，没有我们中国现在我党领导的这个专制制度好嘛，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走不下去了嘛，帝国主义要灭亡了嘛。所以说中共现在呢就不断的这么样去宣传。但是美国可以讲，美国整个国家上上下下这些政治领袖们，他们很清醒，不管这些政治领袖们他们什么政治主张，但是他们对中共都是保持着高度清醒的状态。美国国会礼拜3就发布了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个安全战略报告就对中国侵犯香港的基本人权，要求依据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对中国呢进行问责。
这些问责的官员呢，他们已经给出最高可以问责到中央政治局常委韩正这个级别。同时呢，他们提出中国共产党下设的一个部门，一个关键的部门叫统战部。这个统战部就是专门做各种间谍、专门做各种渗透工作的共产党工作的一个党务部门。因此，他们要求对中国共产党统战部，不管你是最高层的还是最基层的，只要是统战部的官员，所有跟统战部有关的官员本人和官员家属，要禁止他们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以及他们获得美国的任何签证。也就是这些人在整个中国统战系统，统战部上至中央，下至每一个县市里面的统战官员，你们本人和你们的家属都不可以取得美国的任何签证，不管是旅游啊、留学啊、投资啊、移民啊，这些签证肯定都没有，已经有的肯定要吊销。同时呢，不可以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这条就更狠了。不能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可以讲你只能是人民币放在中国大陆了。海外任何一个银行都是使用美元的金融系统的，包括香港的那些银行全部是使用美元的这个美国的信用系统的。因此来讲，所有的统战部官员，你就只能拿着你那个快要发霉，马上呢就跟草纸一样的人民币存在你中国的银行里面嘛。像现在中共又搞了什么数字货币，你贪的再多的钱，也只能成为数字货币，成为党国对你控制的一堆废纸。因为你把这个货币全部太多了，全部交代出来以后，纪委就抓了。如果你不交代，放在家里面就烂掉了嘛。因为你如果没有把它登记进入数字货币，这些钱就不交钱了嘛。所以说，共产党的官员最后就没办法，因为这个钱他没办法拿到海外去换嘛，也没有办法在任何一个银行进行美元开户嘛。那么既然不能美元开户，也就这些钱你想换成美元换在你自己的名下，显然是不可能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会出台的这个具体的打击措施，它是绝对有效的。它现在已经是针对某一个部门，而这个部门的官员，只要美国人掌握，只要有人举报，只要美国了解你有再多的钱，那时候就冻结了。所以你不要侥幸，我现在先承认美国也没掌握我是统战部官员，他不知道，所以这个钱我先用的。你存好了，钱到位了，有人一举报你，一调查出来是了，你那个钱就被没收了，就被冻结了，所以你白忙了。你贪污再多的钱，最后都是一把草纸，一把废纸。这就是美国对中国具体的打击，全球对中共的这个包围，对中共的打击，现在都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捷克上个礼拜爆发一个大游行，这个游行真的很荒唐。一般很少有一个国家的游行是抗议和反对另外一个国家的某一个产品的，而捷克的这次游行恰好他们在首都布拉格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游行啊，他们抗议反对的理由就是反对中共输出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时候，向捷克进了一大批无效和低质的口罩，导致了捷克民众他们的身体受到二次伤害。而进这批口罩里面的执行者是亲中的总理，叫巴比斯。这个人专门从中国买了一大批假冒伪劣的产品，而且付出了高昂的价格。由于这个口罩质量很差，导致了捷克大量的医护人员和病人使用了这个口罩以后，加剧了他们的病情。因此呢，捷克就做了冤大头，所有的示威者他们挥舞的口罩，挥舞的国旗，要求捷克这个亲中的总理巴比斯下台。同时呢，他们要追究巴比斯通共的责任。而且捷克在这次的抗议过程中，直接把矛头对准了中共。因为捷克大家知道，传统上他们也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也是深受共产主义的痛苦的。网络上有一张非常知名的照片，就是我们才是人民挥舞着国家的国旗的那个就是捷克，也就是捷克人民当年挥舞着他们国家的国旗，高叫的我们才是人民，人民决定这个国家。就是那一次，捷克他原来的共产主义的政权就分崩离析，就垮台了。所以捷克在共产主义垮台之后，本来他们完全是可以迎来一个消灭共产主义，在自己国家里面过上一个自由民主生活的，但是没想到他们的总理现在特别的亲共，跟中共走在一起，然后从中国购买了一大批这个假冒伪劣的产品，这些产品戕害了整个捷克人民的身体，所以导致了捷克人民现在反对他这个亲中的总理，反对中国共产党。所有跟共产党只要走得近，只要为共产党歌功颂德的，就不会有好下场的。奥巴马时期的美国驻华大使洪福培，他一贯支持中共的，他经常在很多言论里面说中国做的怎么不错。就在5月11号，他现在向公众证实，他现在已经患上了中国输出的这个武汉的新冠病毒，而且他这个症状非常典型。目前来讲呢，他已经进入自我隔离状态。他能不能像英国首相约翰逊一样，能够缓解过来，能够转危为安，现在都不好说。他本人现在还参选今年共和党犹他州的州长。那么目前来讲的话，他现在一生病，我估计他这个州长基本上也泡汤了。像这样的人，他们跟共产党走得近，为共产党吹捧，他们始终追随着中共的这个政策的这些人，总有一天病魔会找到他，总有一天死亡会找到他。因为你们这些人是与死亡为伍，与共产主义邪恶为伍的嘛。好，我们来看大坑。习近平这几天到宁夏去考察调研，这个网络上面啊都在传一张
他站在一个大坑前面的一张照片。这个照片大家可以看到，他身后的那个小楼呢，只有一个2层楼，他旁边呢是陪着一帮陪他视察的官员，这些官员的表情基本上都是呆若木鸡。那么习近平望着这个大坑，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这么大一个坑，习近平是准备把自己埋进去吗？还是说共产党已经风雨飘摇，共产党已经行将就木，习近平准备率领着政治局以上的大小官员全部跳进去吗？习近平把这个坑老早就把它埋好，就把它挖好，那就预示着共产党即将是灭亡了。这是人家坑他吗？我觉得是共产党里面大小官员啊，有各种人啊，他放出各种照片，这些照片他实际上都是表达某种用意的。那习近平站在这个坑前面，他在想什么呢？他是准备把这个坑再搞一次粉书坑儒吗？坑谁呢？坑那几个每天当着智囊团一天到晚来忽悠他的那几个什么金灿荣啊、胡鞍钢啊、胡锡进啊、司马南、张维为，是不是把这帮人先坑掉？习近平想坑的可能不光是这帮人，因为所有人都在坑习近平，习近平显然也希望把这些人全部坑进去。但是光坑这些人阻挡不了习近平灭亡啊，所以这个大坑啊，我觉得它是一个预兆，也就是大家都预示到习近平他即将灭亡。习近平现在是把他的那辆破车加满了油，开足了马力，把倒车开起来，然后往死亡往火葬场去奔，这就是习近平他现在真实的一个写照。因此呢，网络上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总加速师。这个总加速师就是预示着习近平他自己率领的共产党的大小官僚加速往坟墓里面跑。因为共产党可以讲到今天他已经完全走到了他自己灭亡的这个道路的最后关头了。习近平他自己把香港好好的一个香港他把它毁掉啊！香港本来一年能给中国大陆带来几万亿的这个外汇收入啊，大量的产品通过香港这个窗口把它销往全世界。但是呢，他们要搞国安法，他们要毁掉，他们不在乎一国两制，他们一国一制就行了。中共大小的官员在国内的官媒都在宣传，香港现在不行了，香港没落了，香港不如我们上海，不如我们的深圳，我们的上海、深圳的 GDP 早就超过香港，所以香港不重要。但是香港我们现在就要腾笼换鸟。什么叫腾笼换鸟呢？就是香港这个笼罩把里面那一部分鸟，我们要把它换掉。换哪些鸟呢？那些不听话的鸟就要把它们抓捕，抓捕完了以后送到大陆来坐牢。还有一些呢不甘于忍受的这些鸟呢，就让你们飞走，你们全部到英国、到美国、到其他国家去。剩下来那种没有能力的，也移不了民的，也没有办法的，你们就在香港做奴隶。然后呢，中共迁出大量的内地的人到这个香港去，他们叫留岛不留人，这个岛留下来，你们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你们就走，你们反对我们的我们就抓，你们没办法的人就留下来做奴隶。跟着我们混的人，像林郑月娥、何君尧这一类的，我们就赏赐，我们就让他们做走狗。像成龙、谭咏麟这种人，我们就把他们封为爱港艺人。所以中共就准备这么干的，他们对香港就是摧毁的制度，什么一国两制，什么2047 50年不变，50年不到他们就要变，他们是准备在香港把它红色化，让香港完全把它染红。所以说，国安法虽然现在还没有开始实施，香港政府的大小官员已经在香港做国安法的各种落实工作。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香港要成立一个特殊机构，然后呢对接中共的这个国安法的这个有关的这些谍报机构，然后把香港那些反对他们的人士通通抓捕，抓捕以后送到内地审判，送到内地坐牢，这是他们保安局要做的事。那么教育局呢？教育局的局长叫杨润雄，杨润雄呢，他在接受香港媒体访问时候，他就明确告诉他们，我们现在香港的各个学校都在陆续的复课，这个校园里面呢是不准搞你们政治的，是不准唱政治歌曲的。这个愿荣光归香港就是政治歌曲，不许在校园里面唱。这个校园里面不准搞政治活动，你讲的好像多么好听。既然不搞政治活动，为什么你们要在校园里面要培养什么爱党爱国？为什么要在你们校园里面去唱《义勇军进行曲》？当时就有家长反问教育局的这个杨局长，就跟他讲，你不允许在校园里面唱政治歌曲，你把让荣光归香港把它归结为是政治歌曲。请问《义勇军进行曲》是不是政治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是标标准准的政治歌曲。为什么这个政治歌曲你们要求在全香港所有学校里面人人要求他们必须会唱，必须天天唱？那你们不是在学校里面去宣传政治吗？你们搞你们宣传共产党的红色政治可以，而愿荣光归香港你们就不允许在学校里面唱。这个教育局的局长，你究竟是当的共产党的教育局局长，还是当的香港人民的教育局局长？你香港现在毕竟是一国两制，香港毕竟是港人治港啊，你是香港人民的官员啊，你要维护香港人民的利益啊。
所以说呢，共产党呢，他现在在香港推行的这个红色化，也就是越来越厉害，也就是香港的官员都按照中共的指示呢，他们在香港不断的去推行这个红色化，这种目的就是把香港下一代经过个10年20年之后，把香港的完全把它染红了，也就是中共把中国内地、中国大陆的这个教育制度，把它移植到香港去，然后把香港的下一代把他们教育成跟今天的中国大陆的这些下一代一样，然后中共就达到了把香港完全红色异化的这个目的。所以说，中共现在对香港，他出台这个国安法，他不仅仅是靠国安法去控制香港那些反对力量，同时他也是为了把香港迅速的内地化，让香港红色污染，尽快的把香港完全占领成跟共产党意识形态一模一样的这么一个城市，他们主要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共一旦在香港他这个推行成功，他就会把他这一套用到台湾上去。他们在台湾这么多年来，他们培养了很多代理人啊。国民党很多高官都投靠共产党，就像韩国瑜。其实韩国瑜他在当年选举高雄市长的时候，高雄市有将近90万人选举他，你觉得高雄市人民难道没有对他寄予极大的信任吗？韩国瑜当时当选的时候，他人气很旺啊。既然高雄人民有90万人选他，就说明他有一定人气。其实韩国瑜不代表他自己他治理城市的能力很差，也不代表韩国瑜个人的人气很差，拥护支持他的人还是很多。你看今年大选时候，他跟蔡英文两人争夺台湾总统宝座时候，他比蔡英文也就少了300万票啊，毕竟有500-600万人支持他，就说明韩国瑜在台湾是有一定人支持他。他为什么失败呢？为什么连高雄市长都被罢免呢？那原因就是什么？他是因为跟共产党走得太近，他因为成为共产党的走狗，他因为背后勾结共产党，他没有认识到他自己所有的错误都是由于他亲共，由于他成为共产党在台湾的马仔，才导致他今天的这个结果。你是因为扮演这个政治角色，所以才失败的。韩国瑜他没有总结过，他从来不这样认为。包括韩国瑜在他自己最后一个市长上班日，他搞了一个什么毕业音乐会。在这个音乐会上面，他做了一个演讲。他这个演讲中，他大言不惭地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颗能。”大家都知道这句话是谭嗣同当年就义之前写的话。那么韩国瑜把自己比照谭嗣同当年写的这2句壮丽的诗句，韩国瑜给自己打气。我不知道韩国瑜这个共产党培养出来，中央党校、北京大学培养出来，这个脸皮就那么厚啊！他这个话讲的就跟江泽民当年信誓旦旦对记者们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其之啊！”这个江泽民也是这个腔调，所以共产党的官员都是皮比谁的厚。韩国瑜就跟江泽民一样，韩国瑜就是江泽民的好学生，就是共产党的好学生。他跟江泽民一样，都是皮比谁的厚，讲的话比谁都好听。但是实际上，共产党就是邪恶的。你只要加入共产党，你一天在共产党里面混过，你在共产党身上沾染的都是共产党那种邪恶的基因。韩国瑜今天的失败不因为别的，不因为他的能力差，不因为他的人气差，不因为他自己忽悠的话没有人听，而因为什么？他跟共产党混。你成为共产党的马仔，你最终一定就是这么个结果。共产党他对高官是俘虏，他对民众他是愚民，他对那些小粉红是洗脑。大量的追随共产党的小粉红，他们歌颂的共产党时候，是因为什么？他们自己利益没有受到损失，所以他们爱党爱国，为共产党唱赞歌。当他们自己受到损失后，他们马上就翻脸了。有一个女学生来自于包头，这个女学生呢，她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到美国读书的这个女学生，在美国待了8年。这个女的名字叫王然，她父亲呢搞集资诈骗，然后被共产党呢把她黑打黑，把她抓起来了。你想想看，你搞集资诈骗，你能不跟官府勾结吗？你跟官府勾结，你能不黑吃黑吗？所以说，你一定共产党会把你定为黑社会。他是因为他父亲搞集资诈骗搞了不少钱，让他呢供他在美国读书，所以他在美国读大学，在美国获得了肯塔基大学的学士，也获得了伊利诺伊州理工大学的硕士。他本人呢曾经任职在北美信托，是一个有不错工作的，而且已经取得了绿卡。后来他父亲被抓以后呢，他呢就回到国内呢来营救他父亲。他在美国期间呢，他是一个小粉红，他经常和他的台湾同学在讨论，用自己很自信的这个口气告诉台湾同学，中国的人权多么好，中国的国家多么伟大，中国共产党执政多么的优秀，中国人拥有多么有尊严的人权生活。这是他经常为维护中国人权去舌战他的台湾同学。今天他父亲被共产党黑打黑抓了，他回到国内来救他父亲了。结果呢，共产党把他父亲抓了，把他母亲抓了，把他和他弟弟全抓了。到了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铁拳，把他都打了。这时候他知道中国人权没有比美国好5倍吗？你到网上去发帖叫嚣，到网上讲我曾经多么爱国，我现在国家居然打击我。这时候你应该告诉广大网民，中国的人权比美国好5倍。
你被共产党无产阶级铁拳打了以后，你仍然应该爱党爱国。像这样的小粉红，很多网上在议论他，我觉得他就是活该。像他这样的人，是因为他利益受损了，他现在对共产党有不满了。像他这种人，灵魂里面就是肮脏的，他的思想品质就是恶毒的。他维护共产党的专制体制，他跟他的台湾同学里面高唱中国的人权怎么好。当中国的人权恶劣，当共产党的铁拳打到他家里面头上的时候，他希望国际社会来为他呼吁了。这时候你跟国际社会来呼吁什么？你应该告诉国际社会，中国的人权比你们台湾好5倍，比美国好5倍吧？你就应该接受共产党对你的打击。他现在因为是怀孕哺乳期，所以共产党现在给他取保候审。他说，因为他被打击，他连婚都不敢结，他都不敢暴露他的丈夫。就是你一个被共产党已经打击到连婚都不敢结，你自己一家，你父母、你本人、你弟弟，全部被共产党已经看管、已经关押、已经沉重的打击的时候，这时候你到网上去呼吁了，你不是一贯维护中国的人权吗？不是说共产党的法治多么好吗？共产党国家的人民怎么有人权的尊严吗？到了这时候，你知道了，没有丝毫尊严了。你自己被打得七零八落，打得满地找牙的时候，这时候你要依据国际社会了，你活该。像这样的小粉红，我告诉你讲，只有共产党铁拳把他们打了，他们才感觉到疼。但是你别认为他疼了，他就幡然悔悟了，他不会悔悟的。这个人只要共产党给他家里面一点点甜头，只要共产党给他家里面对他稍微宽大处理一点，他马上又歌颂共产党了。因为他的灵魂是肮脏的，因为他的思想是没有脑子的，因为他始终认为共产党的人权比美国好5倍嘛。所以说他这种人就应该活该，他就应该享受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